大家好，这里是老虎钳，我是老大，我是 GT。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画3D 列印的教学。那我们的今天的样本呢就是桌球拍。没错，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主题呢？的确，因为就在11月5号的时候，我们的国手林昀儒在 WTT23取得了冠军。小林同学，对，那他就是在2021年奥运的时候拿下混双金牌的那一位。那为什么他这次拿冠军那么特别呢？主要是因为他这次含金量很高。他在8强开始就打下了日本队的张本智和，那他等于是日本目前男单第一人，然后又打赢了王楚钦跟马龙。对，那王这个名字我听过。对，那王楚钦他是新生代中国的领头羊。那他最主要讲他的最厉害的事情就是他今年亚运的时候他就拿到冠军金牌，这是他最厉害的事情。这是他最近的时候他就开始崭露头角嘛。那马龙他就是历史老鬼，对，他就是传统强权。他在以日本的综艺节目或者是体坛上就称呼他是可能6边形战士，或者什么地表最强的男人这种。白胡子。对，他就是传奇的一代这样。好，所以这支影片就是要来不是要来致敬小林同学。好，那我们来画。那画的话，我们首先这种3D 列印的东西，我们要先用云规线去把这个桌球拍描出来。我们先上 Butterfly 的官网。对，看一下它是用什么球拍，然后把那支球拍拿来当我们的模板。这方面其实蛮好找的，一般很有名的职业选手，他的球拍是什么型号，用什么球皮都可以直接找到。那我们就开始画。那我们就先用云规线去拟合出来。那因为球拍本身对称的时候，我们就拉一条对称线。那我们就照着对称线画就可以了，影响差别比较不大。所以刚刚说球拍球皮就像这张图片一样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去买一支桌球拍，只会有拍子，不会有上面的那层红色的皮嘛，对不对？其实我以前小时候练球的时候，就是你走进这种球店，你是报完预算之后，他就直接丢一支球拍给你，然后你就直接你拿那个球拍之后，你就会直接用，就可能报预算要3000块，然后老板就会给你一支球拍。但是我后来再一次进到这种桌球店的时候，我发现你跟老板报3000块之后，老板就说好，那你要哪一个木板，我挑好一个木板给你，然后接下来你要选什么皮，皮要多少钱，等于最后你可能到手价你完整一支球拍，你如果要配到好，可能也是几千块跑不掉。对，那这是以前我比较不会发生的。那当然有可能是小时候的物价，或者是小时候的技术，你不用用到那么贵的东西。我只有用过那种体育课，从一个大篮子里面拿出来一堆的那种。对，那种迪卡侬就有卖，就大概1999一支。所以真的想要一支超便宜球拍，不需要自己3D 练一支。对，你印一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会比迪卡侬的贵。没错，因为我还要花时间画图的话。但我们这集是要致敬，对，我们想要探讨不同的这个甲板数，是不是？还有什么重心之类的，会对你的球拍造成什么影响，对不对？对，现在新的球拍基本上，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我会拿到大概都是5夹的球板。那这样的话，它就是本身来讲，它里面就会夹碳纤维。5夹的意思是球板长得很像三明治一样，是木头。五明治。对，木头包碳纤维，再包木头，再包碳纤维这样。对。OK，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把它的边描出来，尽量描得像那个形状。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就点选这条边，再加上这个边。那我们选择镜像对称。镜像。好，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球拍，看起来好像图没有放在正中间，所以我们调整一下。我们把这个往右边轻轻拉一点。好，我们点选这个面。OK。那我们先向上涨0.15，太小了，0.2。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往上涨，选择拉伸，往上涨0.05，然后选择新建主体，然后再用这个上面再去拉伸0.1。好，那感觉很薄哎。对，这边中间新的这一片忘了选新增主体0.1。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要做5夹嘛，那因为是上下对称的，所以我只要画完上面之后往下对称就好了。好，最中间那一块是最后的。对，中间这块是最后的。那中间我们先套色好了，看起来可能会清楚一点。通常上下就会是用这种类型的颜色，然后中间会夹一层黑色的，所以一般球拍大概会有多厚？一般球拍的话大概6米以内，拍面，那拍柄会比较厚，拍柄可能会有到6米是包含那个皮吗？不含皮。对啊，拍柄的话大概是可能4到4公分以内。对。啊，皮的话通常一片是2或者是2.2，那如果是颗粒的话会比较薄。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画这个柄。那柄的话，我的想法会相对简单一点，就是我会先回到这个对，我发现一件事，就是这种主体画完之后呢，最好就先建个资料夹，这是柄这样，然后就把这个关掉。这个呢，刚画起来，它这边我有做一个切割嘛，所以我只需要把这2个线连起来就可以接着画柄。接着画柄大师。对，那我把柄就这样直接线条就这样啊，我要画右边好了。好，因为它一样对称，所以我就画一个边就好了。画这边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我的话会先往上画，然后这边选择可能1.2，画完之后呢，对，1.2可能太厚了，因为毕竟上下嘛，0.6。好，然后呢，我再做一点倒角，然后这个地方呢一样，它会削下来，所以呢，建构一个平面，选择这个边倒。就是要切出一个让手指可以停放的位置。那我们点选这个平面，选择分割，选择这一块，完成。那我们就把这一块就可以不要了。这个平面的话也关掉，用不到。好，那一样这个地方呢，它既然是给人握的，就会再舒服一点。所以我们一样也给它一个倒角。为什么这个角倒的跟这种不一样？对，大概像这样。好。然后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有很多夹层的，它有蓝、绿、橘、黑，就是它看起来比较炫炮一点。对，那我们要在这个上面也要做夹层出来。那夹层做法其实还相对蛮简单的，就是我们会一样去做分割。那因为这边高度是0.6嘛，对。那我们在0.6上面要，0.6好像太小，可能太薄，不会，一样要切成要有4层嘛，所以每一层是0.15，所以我们一样在这个上面去新建3个平面0.15。所以手柄这边分这么多层，是像5夹板一样有特别功能？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帅。那真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对，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功能，我自己觉得就是主要还是帅比较重要，就是它那个颜色越多就很炫炮嘛。那是同一个木头？不是同一个木头，应该是胶合起来的。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做切割的部分。这样点选这个，再点这个平面，选择分割主体，点选这个平面。好，那切完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平面层关掉。你在 Shaper 3D 里面，我想要一次切很多个，把一个东西一次切很多刀是可以一起切的吗？这个的话我就不是很确定，因为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大家有找到方法，可以跟我讲，我蛮想知道的。好，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它上面这边有这个黄色跟灰色的这个直条纹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也做出来。那很简单，就是点选这个，一样是新建平面，对，偏移，点这个平面，下一步完成。那我们把这个平面放到对应的位置上。这个其实我有点看不到，所以可能要把主体先关掉。对，这个主体呢，完成之后呢，也是建一个资料夹。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乱，是不是？对，
主要是你也找得到。OK， 我们刚刚说是15分钟挑战日，过了吗？现在是12分半。好，不对，是14分半。14分半，你失败是吗？还没。好，那我们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赶快把这个图层打开。好，打开之后呢，我们一样针对于这个刚的2个平面去做切割。所以点选最上面那个，选第一个平面，按分割，完成。好，点选这个小的平面。不行，我慌了。没事，已经超过了。我忘了。已经超过了吗？好，那我们放弃，没关系。那我们把点选这个平面，这个主体，然后选这个平面，分割完成。好，然后再把平面都关掉。好，那现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先套色。对，下面是蓝色。对。那我发现用聚丙烯比较不会有那种相对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感觉，所以选择聚丙烯之后呢，第一层是有点偏天蓝色，是天蓝色，那缩放调大一点，看起来就比较舒服一点。然后第二层是绿色，然后第二层橘色最后没关系。然后这层调成黑色。但它的黑都不会这么黑了，它是在黑的范围内，还是不会到纯黑。然后这个的话是灰色，然后中间是黄色，金色。然后我们最后就把橘色放进来。为什么橘色要最后放？因为如果没有调好，这样一动，全部颜色都一起改变。好，所以这个颜色套好之后呢，我们再来做镜像。所以这个时候资料夹建立的目的就很重要，就是点选一个资料夹之后，选择镜像，然后先选择这边这个主体，选这边可以完成。有点东西，再镜像一次，点选这2个资料夹，然后选择镜像。好，完成。但这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会跟这个球拍的那个会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把球拍的也打开。发现它合在一起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往上平移，所以就是把这个呢往上移就好了。不太知道，那就这样，没关系。我记得0.35，直接贴上去可能会快一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不是一个 body， 所以有可能你直接推的时候会一块一块自己独立跑出来。那这边的话是0.35，所以我们就直接移0.35就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刚刚这个还没有镜像，所以我们这边也镜像一下。OK， 好，所以要把该合的合起来，是像5夹板中间那个样。对，5夹板的话，像这2片就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好，那像这个也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左右合在一起。所以镜像的时候可以选什么合并镜像？应该可以，只是这个有点不是那么好操作嘛，因为有一些你不想它合，有些又想它合在一起。对。但你可以合并完之后再上下镜像，你就不用上下要做一样的事情。对。合并完之后呢，我们再把最重要的球皮画上去。那球皮要怎么画呢？这个相对来讲也没有到这么难，就是我们一样在这个地方画一条线，点选上面的平面之后呢，让它长高。那我记得我们这边画的比较细节一点，我们长高分2次，长一次形件主体。因为它的皮不是只有一层皮子，因为它本身你的球拍它是虽然它是球拍没错，但它上面是分2层的。一层是海绵，一层是球皮。那我们一样把这2片，那我们一样镜像到下面，那我们直接镜像到这儿，那我们再把它贴上去就好了。好，然后最后再进行套色。
套色的话，我们大家的印象就是上面的话应该是红色，这么难看的吗？细胶 ，OK， 那我们进换色，换成暗一点的红色，然后呢，下面的是黑色的细胶，然后中间的话会是一点淡黄色的。对。那为什么要分红色跟黑色？这个的话，我其实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只知道我小时候练球的时候，它是没有规定的。但是后来的时候，好像是因为有人打球的时候会习惯两个皮差很多，可能一面是什么超级黏，一面超级弹，然后他一边打一边旋转，所以对面就会崩溃，就不知道你在干嘛。不可以这样吗？对啊，这样就有点犯规，所以后来就规定说，这种有创意的招就不能一直用，会让人不舒服。你说你要旋转，他也看得出来的。对，你要旋转，至少我要让你知道黑色是什么，红色是什么，要让人家知道。是防奇淫巧技的部分吗？对。我觉得这个本身贴皮的感觉没有那么舒服，我调整一下。好，调整这样好像好很多。好，那我们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次的绘制。OK， 那它跟原本的这张图片其实看起来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剩一些 logo 还是贴纸什么的。我们最后可能用其他方法把它补上去。对，如果我们要做一支一模一样复刻版的话。对，我们自己的话也会在这一次绘制完之后呢，我们会把它列印出来。那可以看我们后续的影片，会有后续一系列的制作。对，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试着玩玩看。但我们会用相对比较客家吗？还是廉价的皮去做尝试，因为毕竟球皮真的蛮贵的。有连皮。OK， 好，那我们这期影片到这边。OK，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们下一个想看什么东西。好，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好，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拜拜。